好了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哈。我们先分享田英老师的一个体会哈，他是9月25号的一个修心日记啊，他每一天都有写自己的修心日记哈，我就随便剪了一个，每一篇都是用心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感悟。说日行一善，说我能为你做点啥啊？修己静心。当你真正修自己静心了，其实也就是为别人在贡献了，贡献一个什么？贡献一个纯净的自己，一个平静的自己，一个安详的自己。说日行一善啊，说我错了。说日常呢仍有贪婪的惰性，比方说有几次分享说早晨呀又睡懒觉了等等啊，就对自己的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都有觉知。说人有贪婪的惰性，要正念导航以修正。说一遇事儿啊就现原形，遇到事儿的时候可能呢平静的心情一下就乱了或者怎么样啊。说有我生躁要戒改，应培养爱心、耐心和定的这样一种能力。就是我们平常讲说我们要心中有爱，要用爱护生命，可生活当中可能不经意之间就这个爱就丢了，就脾气就来了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想要自己早日达到完美，但中间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波折，都没有关系啊。说修无怨躁的我，说有躁但是没有怨啊，就生活中可能还是有急躁的这样一些情况。说慈俭谦啊，老子讲慈俭谦，说头脑优势下治心呢不容易减静。这个俭谦啊，特别这个俭，它不是说我就单单生活中啊少花钱呀、节俭这样一个俭，还有很重要的头脑中你念头的那个俭，你欲望的俭。你头脑中整天在想事儿，不停的想事，不停的想事，脑子里满登登的，那你怎么叫俭呢？你不是俭了，是吧？你就是反而填满了头脑。说生活中这个俭啊，节俭、节制欲望，减少这个减少那个减啊，就节俭那个减，减掉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些思绪，没有必要的情绪，没有必要的一些各种贪着，这都是减。说听课和锻炼，晨静坐50分钟，晚上跟课757课，借物理清洁触发心理净化锻炼，早晚爱的磁场加日常安静的觉知。说听课和锻炼体会啊，晨静坐，说解决他又练了什么，然后有什么样的体会啊？这第一，解决竖立或静坐时不易入静的问题。发觉啊，在容易放松身心的静坐时，头脑仍活跃。那你头脑仍活跃，说明平时对头脑惯性和我执没有觉知修正。就你锻炼的时候，头脑它很活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平常你就没有认真的觉知它。你想一锻炼的时候把它管住了，那有时候不太容易。说功夫在坐上，也在坐下。坐上是你打坐的时候，锻炼的时候，在这儿也在什么呢？或者是更在坐下的生活当中，你要管好自己的心，管好自己的情绪，那么锻炼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了哈。说就继续安静空松头脑和身体，不知何时头脑静了，心神得到解松回归时，解松这放松落下来，解放解开了这种松哈，身体瞬间被一种能量充满，是充实又踏实的感觉。大家注意啊，就是当我们真正锻炼安静的时候啊，最近我跟几个同学都有分享这个，他们也跟我讲这样的体会，就是你放松身体，放松身体，说你觉得很放松，可是什么时候突然一下放松的，哎呀，一下让你有点豁然开朗那种感觉呢？就是当你很安静，头里很安静，你不知不觉那个静的时候，头脑里面有的时候咚一下，有个地方一动，那个身体突然一下松的就很厉害。就那个松不是你外面抻拽是拽出那个松，而是大脑里面的那种变化，头脑中那个支点一松开了，那个神经放松了，里面自然就放松。是那种放松，那才是我觉得是比平时说我们要想着要放松，比这个放松那不知要深多少倍。
就放松和安静本来就是一体的，不是说我单单安静单单放松，你真正静到你就不知道静了，就没有那个静的那个概念了，就有一种状态了。有的时候我头里面会有时候咕噜一下，噔噜，当然不是说咕噜那个声音，就一种感呀，你立刻觉得呀，好像这块比如平常那个胸骨你还很难得放松，松下来了，里面那块松了，或者内脏那块，哎呀松了。就在那之前，其实你始终是提着的、悬着的，可是你没有觉知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，头脑已经没有那么蠢灵敏，就感知到那个提心吊胆了。前面我们曾经分享过提心吊胆啊，你提心吊胆啊，还是五脏安稳呐、六腑和谐啊，所以当你真正松解开了那个松，哇，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那个安静放松的安静，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。你能安静的直接调我们的那个神啊。说对适应环境寓意的体会哈，是持续空松身心，没有我的形体等执着的边界都是虚空啊，就能很好的和周围的空间环境融合。就算不同地域、不同环境也适用，要经常锻炼，以恢复对身心整体、虚空整体的觉知和融合。要锻炼这个，你本来身和心是一个整体，因为我们的心太过于往外这种趋势走了，就好像身心分开了。那么身心要回归到它这个整体。那人和大自然也是一样，人和虚空本来就是个整体，只是因为人有了我。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这个我字就把人和大自然割裂开了。我的傲慢啊，我的虚伪啊，我的虚荣，我的等等等等，这一切，我的有个壳割开了。所以我们锻炼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练了两个内容，一个是身心的整体和谐，一个人天的和谐。人天的和谐当然也包括人和社会的和谐。好，说晚上跟757课锻炼的体会啊，是最近因为日常遇事生躁，连锻炼也变毛躁了，也变得有点变毛躁了。幸好学了757课，物理清洁触发心理净化。说通过扫地啊、清理旧物等行为，为生活增加仪式感，生敬畏心，培养良好的静心修心的习惯。良好静心就是你自己在清理物品的时候，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时候，整整齐齐的，你的心也跟着就发生变化了。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一种仪式感，这种仪式感不是说单纯为了外界的仪式给别人看，而是通过这种仪轨，通过这种仪式，让心安定下来，清静下来啊。说并依自身问题学习和锻炼解决的方法哈，就越是遇事儿，越应有放下我执，保持安静的能力。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，遇到事我还有这样一种能力，就像睡眠一样，不论多吵都能睡着，不论事儿再多再急，只要锻炼心就能静下来。不管什么情况，你想静下来。想要达到，就需在这方面加强锻炼。锻炼方面呢，说人有很多头脑优势和噪点，头脑里面有很多优势，总要去想东西哈。但是能够觉知这也就很好。就是我们不是说一下子就把头脑完全能关停住了，那也不现实。但是有念头，我知道就好啊。说通过停止头脑，持续的安静放松身心，心息相依等保持对生命状态的这个觉知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分享今天要讲这个内容。今天讲内容其实也是和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这个事儿哈。就最近有同学就问到，就是说我们站桩站在这儿，我来打坐，想丹田，想肚脐里面，心息相依，手到肚脐里面去。说手的这个原则，它怎么做更好？说手多了觉得不舒服，说少了又觉得忘了。当然，我们过去有好多老师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告诉大家。要怎么样去守？就你锻炼的时候，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识状态？说对那个身体的感觉应该怎么样去弄哈？我这儿呢就讲了4个字，我觉得是很受用，大家可以听哈。
就是说，我们对身体的各种感知、各种体验，包括对你意识，比方说有念头觉知那个念头，或者呼吸觉知呼吸，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很多人认为这个觉知啊，就得什么呀？哇，我特别使劲儿啊，觉知啊，精神特别集中啊，特别的全神贯注。当然，开始的时候我要求他也是这样。那开始是什么？因为你心思太乱了，所以你精神把它有点什么呢？有点像强制性的让它回来。但起初有必要用这样的方法啊！你跟我想，你不要想哦，不要想，有点什么呢？刻意用力。就开始的是有点刻意用力什么呢？把精神收回来，我要心息相依，我要一手下丹田。有点那个矫枉过正这种感觉，因为平常你太过散漫，太过往外走了，所以突然一下，我就管住你，收回来，注意丹田，心息相依，体察身体的变化，哦，把你的精神怎么样？好像靠了拘回来了，定回来了。那么真正精神能回来之后呢，其实就不应该用这种很刻意的去觉知，刻意的去查照，刻意的去感觉，就不是这样的。你越是刻意，那你功夫再往后练就不好练了。其实开始的时候也应该不是那么刻意，但是一般不容易做到，所以开始要刻意的往回集中，要收回来，精神集中，你不要去乱想，闭着眼睛，不要听外面的，不要，这是可以。但逐渐应该怎么样呢？就你那个觉知啊，不是说，哎呀，我要怎么去觉知它，我自己我要怎么样，其实那个我要去觉知都不要有，但这个是后话哈。我们先讲一个比较容易理解、比较容易做的，就对你身体的各种感觉应该怎么样呢？要轻轻的知道。我们过去曾经讲那个喜悦，说淡淡的喜悦，这个很多同学说很受用啊，说喜悦是始终保持一种淡淡的喜悦。那个觉知呢，我就把它说这个知道啊，淡淡的知道，淡淡，或者是叫轻轻的，轻轻的知道。你比方说静坐的时候，一手丹田，是凝神入气血，凝神入丹田，不是说，哎呦，我始终想着，头脑没有想了，只是心里面知道。你要使劲儿，头脑就使劲儿，心里知道，知道什么？一吸一呼，心息相依于丹田。而且这个知道是怎么知道呢？轻轻的知道。一吸气，呼气，你是轻轻的知道，不是刻意去扔进去手，轻轻的知道。如果说你比方说肚脐里面呢，它有一种有感觉、有温暖、温热，很多人就会有嘞，你手的热了、温热的感觉，你也是轻轻的知道。不要说哟，这感觉真好，不要更多的去管它，你还是轻轻的知道。你正在这个一手的时候，杂念来了呀，不要想，怎么又杂念了，快走。或者是感觉杂念，一觉，太过认真的觉也不行，也是轻轻的知道，哦，杂念来，轻轻的知道，也不跟他走，也不判断，轻轻的嘛，轻轻的知道，不跟随，也不判断，也不分析。你就像你在河边看那个流水，流水来杂念就看咱走了，它走了就走了，你不用伸手去抓，你抓又抓不着，你也不去抱怨怎么水又来打扰我，没有这个。轻轻的，就是不干扰。
是一手是这样。那调呼吸也是这样，一练呼吸，你不用刻意追求要呼吸要多么深，多么慢。当然有时候我们练，比方说练呼吸，我们刻意练它一回事，就是我们打坐或者站桩的时候那个呼吸，心息相依。你不要说哎呀呼吸一定要多么深多么慢，你也不要说哎呀我得数着呼吸吧，不用，只是轻轻的知道呼吸在进行，轻轻的知道呼吸的自然节奏。吸气的时候你知道哎呀在吸气，呼气的时候知道在呼气。呼吸很深了，变深了，你也不要讲，哎呦真好，哎呀沾沾自喜，没有。呼吸浅了，你也别焦虑，它就很自然，你轻轻的知道。有的时候你突然忘了，一会儿忘了呼吸了，你也不用去自责，哎呀我怎么会忘了呢？哎呀，也还是在轻轻的感知。这个时候，哎，一吸气一呼气，身体就会有各种反应了，有变化，气血运行了。这个时候也是轻轻的知道，哎，轻轻的感觉，轻轻的感知，就够了。就是说，你不控制它，不控制怎么动，有了现象，你也别执着，这是轻轻的知道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？这个我觉得很好，很容易帮助我们啊。我只是轻轻知道，我知道这个事儿，但我不去住。要重了就住在上面了，只是轻轻知道，就好像这个我没有关系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来的人照进去了，你不用使劲照。那镜子说：“哎，我得使劲照这个人吧？”不用，自然轻轻的就在里面了。轻轻的就。其实生活中也是这样，等遇到一些事儿了，要动情绪了，马上哎呀觉得哎呀我要动情绪了，当然这可以觉知，其实也应该轻轻的知道哦，有情绪来了。就你轻轻的那个知道，有的时候比那个哎呦狠狠的那个知道，比刻意知道效果还要好，因为那个轻轻的知道，更能显现你本性的那个本真的清明。你要刻意的时候，就是用头脑了，你头脑都紧张，头脑是一种轻轻的知道，那个越轻轻的知道，有的时候反而越有力量。越有力量，所以待会儿我们在锻炼的时候，你往这一站，当开始，如果你精神不太容易集中，你还得要求自己神意收回来。但其实要求收回也是轻轻的知道，就在丹田这儿。我们讲了，轻松一点，你本来就在目的地了，你已经在目的地了，不用使劲了。你本来就是安静，你轻轻的知道它就可以了。你越使劲儿，越离开了本来了。特别有句话叫努力，当然我们工作需要努力，但那个努力，你看那个下面是个奴隶的奴，下面是个力，就那个力它不太活不是很灵。我们要有一个灵的力量，它是轻轻的，不是死不咧切的那种僵劲儿，它是很轻的这种感觉。我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说，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这种能够有这种感觉，心灵上轻轻的，轻轻的一件事儿，轻轻的一句问候，轻轻的一句，轻轻的看一眼，轻轻有所感觉，轻轻的这就好像平常说若有若无，似手非手。我觉得用这一个字，轻轻的知道。你知道，但是轻轻的知道；你手，但是轻轻的手；你觉知，但是轻轻的觉知；你感受，轻轻的感受，是很轻的。一轻，就把你那个意着那个意抽出来了，是很轻。
好，现在我们站起来，一起来练，试一试啊。好，安静，放松。轻轻的，脚分开成后八字。轻轻的上抬两臂，向前慢慢抬起。身体微下蹲，就包括我在这站桩锻炼这件事儿，也是轻轻的知道，别把它当成那么严肃的那些事儿啊，特别严肃、特别认真的那种感觉，不是，也是轻轻的站在这儿。头脑放松，头脑停了，轻轻的知道，心系相依与丹田。轻轻的知道丹田，轻轻的知道呼吸。你轻轻的知道呼吸，就不是控制呼吸了，而是顺应自然的呼吸。
你只轻轻的知道，头脑恍恍惚惚，没有思考，没有分辨，没有执着，也没有要求。头脑无所事事，心中有觉知，但只是轻轻的知道。没有一个说我要觉察，我要心息相依，没有那个话，是轻轻的知道，轻轻的是一种感觉，一种状态。那个觉知好像没有主体，也没有客体，它是一种状态，叫轻轻的。
会上来，身体慢慢直起，脚慢慢合拢，手缓缓下落，重叠在肚脐上，静养。两手分开，敞开心胸，张开怀抱，轻轻知道无限虚空。对虚空的觉知也是轻轻知道。齐平，轻轻运动，轻轻觉知。肩平，到头顶上方，停留一个呼吸着，慢慢下落。请额头
胸，轻轻觉知，指缝，小缝，复归婴儿，两手扶于足面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转掌，颈椎的后侧向上，点命门，手向前，到肚脐，两手重叠在肚脐上，静养，慢慢的静坐静养。头脑停了，觉知轻轻的
心息相依，对丹田轻轻觉知，特别是对头脑中的念头，所谓杂念，轻轻觉知。轻轻觉知产生杂念的头脑，只是轻轻的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静坐的时间，安静